這不是一台靠規格堆起來的140瓦，而是一台真正按旗艦標準把兼容、溫控、環路、分配、動態響應全部做順的140瓦旗艦多口充電器。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奕澤家又出新品了，你们都在私信我車拆啊，这不咱们第一时间就去他们家旗艦店搞了一個回來。老規矩啊，先測後拆。這一次新款的，它不僅給了4個 USB 口，還把功率也升級到了140瓦 PD 3.1，也就是說筆電、平板、手機同時上陣，咱們都不慌了。看起來很猛，但在我們頻道猛不猛看測試說話。接下來我們按照慣例，協議兼容、實測功率、多口分配、穩波波形、溫升控制、滿載穩定性，一項項的把它的數據拎出來驗證。到底是真旗艦還是紙上性能？4延載的真實戰力就在後面的數據給你們答案。先來看這次的主角，我叫它奕澤4延載140瓦的氮化鎵充電器。如果你之前用過他家的65瓦和100瓦的3延載，那你一定能看出這一代的外觀不僅僅是多了一個 C 口而已，而是整個家族的設計語言全面都升級了。這是咱們前面測試過的65瓦的3延載，整體的尺寸偏小，非常經典的65瓦級別的氮化鎵充電器。到了100瓦的3延載，相比65瓦，它體積大了一圈，內部的主電源、氮化鎵主控、散熱結構開始變得複雜，向專業工具過渡。而這次升級的140瓦4延載，直接寬度來到了72毫米，高度74毫米，整體厚度32毫米，整體重量326克，這已經是高功率旗艦氮化鎵的典型的體積了啊！拿到手上，明顯感覺到這是一塊真正為了140瓦 PD 3.1 4路獨立降壓、多口並發穩定性而生的工程機體。機身配色可以看出這代產品的定位和變化。65瓦用了白橙潮玩風，100瓦變得低調簡約，到了這一代140瓦，直接把品牌的主視覺定在了橙色和黑色上面，非常的亮眼，有識別度，而且有旗艦工具的味道。從接口的面板到殼體的邊緣，還保留着奕澤家一貫的微微傾角的設計，細節依然做得很到位。然後就是插腳結構，依舊用的是折疊插腳，存放、出差都很方便，配上方正的機身，看上去就是穩硬，更有力量感。外觀咱們看了一下，我們就進入我們測試篇的內容。老規矩啊，我們先來看它的規格信息。產品名稱：氮化鎵超級充電器 ，USB-C ×4，型號 EJ12，輸入規格是100到240伏的全球電壓，輸出 CE-C2 口最大28伏5安140瓦 ，C3 口最大功率100瓦 ，C4 口最大功率30瓦。下面是多口功率分配，我們後面再測試。總輸出140瓦 Max， 深圳市澤熙數碼科技有限公司，中國製造。這邊是認證信息：室內使用，雙路絕緣，非熱帶地區使用，循環10年，3C 認證，海拔小於2000米使用，請勿扔向垃圾桶。3C 認證信息咱們放在屏幕上，有需要的可以截圖。首先，我們來看 Type-C 1口所支持的快充協議的情況啊，有高通 QC 3+、5伏、9伏、12伏、20伏、3.6至20伏，華為 FCP 最高27瓦，三星的 AFC 最高24瓦。PD 3.1 140瓦 EPR AVS PBS QC5 PD 3.1 點進去固定檔位6個，最高28伏5安140瓦 PBS 檔位5至20伏5安100瓦的 PBS AVS 9至20伏5安，這個協議是占位來的。DCP F 2.4兩個基礎協議，這是 Type-C 2口支持的協議的情況。這個充電口就是 PD 3.1 裡面的 AVS 沒有了 ，PBS 5至11伏5安5至20伏5安。這個 PBS 更加的完善，其他的協議跟 C1 口是一模一樣的。這個是 Type-C 3口所支持的快充協議的情況。這個充電協議跟前面兩個充電口相比的話，它多了一個 SFCP 展訊的充電協議，然後 PD 3.0 變成了100瓦 ，PBS 跟 Type-C 2口一樣的兩組 DCP SM F 2.4 三個基礎協議。我們再來看 Type-C 4口的情況，這個充電口的安卓部分的協議，它多了一個 SCP 華為的協議，只是 PD 3.0 變成了30瓦 ，PD 3.0 點進去5個檔位，最高20伏 1.5安30瓦，但是這個多了一個 PBS 啊，33瓦 PBS， 這個很不錯。DCP SAM F 2.4 三個基礎協議。
測完4個充電口的協議情況，我們現在就是來看它手機快充的兼容性情況。首先從米家的設備開始 ，Type-C 一口啟動 PPS 快充，真實功率在23.4瓦的樣子。C2 口同樣啟動 PPS 快充，不要看這下面的功率啊，這下面是儀表錯誤，真實功率也是在24瓦的樣子。因為這些充電器它沒有米家的私有協議，所以說根本就不可能啟動米家的超級快充啊。Type-C 3口同樣的是 PPS 快充 ，Type-C 4口同樣是啟動了 PPS 快充，功率也可以跑到23.4瓦。我們用這個榮耀60來測試華為的兼容性。Type-C 一口沒有 SCP 啊，這個是給榮耀讓路。Type-C 2口也是一樣的。Type-C 3口100瓦的充電口，它也是一樣的啊。華為手機用 Type-C 4口啟動超級快充，真實功率可以跑到21瓦左右，這個功率對於華為手機來說可以了啊。這部手機為榮耀200，由於這個電量有這麼多，所以說我們只看充電圖標。後面我們把這個電放完了以後，再來採集它的充電數據。Max 100瓦開啟 ，C2 口也是一樣的 ，C3 口同樣可以啟動 Max 100瓦。C4 口就是走超級快充，這部手機為藍廠的設備，同樣是可以支持100瓦的 PPS。啟動 vivo 家的閃充標識，真實功率可以跑到33瓦左右啊。Type-C 2口啟動了100瓦的 PPS， 因為 C2 口它的 PPS 檔位比較充足，剛才的真實峰值功率跑到了70多瓦。同樣的啟動了100瓦 PPS 啊，71瓦、80瓦，同樣可以啟動 PPS 快充。只不過這一個充電口只有33瓦的 PPS。這台是綠廠的手機 ，Type-C 一口可以啟動超級閃充，功率可以跑到26瓦左右。C2 口也是一樣的啊，超級閃充，功率的話也是26瓦左右。C3 口同樣是超級閃充，功率同樣可以跑到26瓦左右。C4 口也是一樣的超級閃充，功率也是差不多的。如果是綠款的老款設備，僅支持融合快充的這個充電器的話就不行了啊。這個是針對綠廠的新款手機都可以支持 PPS 快充，一加手機的話就不行了。我們再来看三星手機的兼容情況 ，Type-C 一口超快充電 2.0 開啟，真實功率17瓦左右。C2 口同樣是超快充電 2.0， 功率同樣可以跑到17、18瓦的樣子啊。C3 口同樣是超快充電 2.0， 功率可以跑到20瓦左右。C4 口我們就不是了啊。如果是新款的三星這個充電器，它有11伏5安的 PPS， 放心的使用。這個充電器兼容性做的還是非常不錯的。我們現在就是充電數據採集，這一項測試就是反映這個工程師對充電曲線調校的水平了啊。2個高功率的 PPS 我們都要測試。首先是榮耀的100瓦，我們從1%的電量開始充。這個榮耀100充電已完成，我們來看一下充電曲線啊。前面8分鐘為高功率階段，最高的峰值功率充到86瓦，然後後面就降到68瓦的功率，持續了5分鐘時間。短暫的65瓦功率過後，降到54瓦的功率，充了1分半鐘，然後調整功率啊。後面的平均功率為38瓦的功率，持續的充到90%，然後逐漸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滿電。這個手機完整的充電時間是36分鐘，整體的曲線圖走得很標準的100瓦 PPS 充電曲線。我們再來看一下給手機充電時候的溫度啊，幾乎是沒有什麼考驗，最高溫度37攝氏度，測試的時候我們室內溫度16度左右。這部手機為藍廠的設備，同樣是可以支持100瓦的 PPS。目前手機的電量還有10%，我們直接充電採集數據。這部藍廠手機充電已完成，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啊。前面高功率階段只持續了5分鐘時間，前面最高的峰值功率跑到84瓦，但是只堅持了20秒鐘。後面就是74瓦的功率啊，持續了4分鐘時間，降到67瓦的功率，持續了大概30秒，然後就調整功率。后面的功率大概就是37、8瓦的功率，一直充了大概15分鐘時間，就充到85%，有2個調整功率的时段啊，然後逐漸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滿電。這個手機完整的充電時間是花了33分鐘，充電速度還是非常快的。我們來看一下溫度，最高溫度只有36攝氏度，測試的時候我們室內溫度18度左右。這部手機為蘋果16 Plus， 我們用它來採集蘋果的充電數據啊。目前這個手機的電量還有4%，我們直接採集數據。這個蘋果16 Plus 87個電了，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標準的蘋果4階段充電曲線啊。前面1分40秒是預充電，後面是進入第一階段28瓦的功率，持續了大概12分多鐘，接近13分鐘，然後逐漸下降到第二階段功率，持續了大概7、8分鐘時間，21瓦。
第3階段是15瓦的功率，也是7分鐘左右，9瓦的功率，持續了大概7分鐘時間。這個手機從4%的電充到80%的電，一共花了51分鐘時間，這個充電時間也是標準的。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充電溫度啊，這個溫度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了，最高溫度是33.6攝氏度，測試的時候咱們室內溫度16度左右。現在是這個一則140瓦長時間烤機的狀態，大家看一下這個數值，137瓦還沒有停啊。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這家伙足足運行了2個半小時以上了。我知道這個一則新款不會讓我失望的。溫度曲線拉平直了，我就停下來。溫度採集線採到最高的表面溫度是63.6攝氏度。這個時候我們用熱像儀也採集了3張它的溫度圖片，採集線附近62.5攝氏度，採集線的另外一面66.9攝氏度，充電口部分的溫度71.2攝氏度。這是我目前測到140瓦級別的充電器裡面溫度控制的最好的一款，當然要把蘋果的140瓦排除在外，因為那個是標杆。這個140瓦應付140瓦的滿功率都沒有問題，100瓦和65瓦更是不在話下的啊。我們現在就是來測試它多口功率分配的情況。像這種 PD 3.1 的充電器，還有 PD 3.0這2種協議在一起的時候，切換它會造成斷連的，大家一定要記住啊。我給大家做個演示啊。首先 Type-C 一口啟動140瓦，這個時候接上 C2 口，迅速歸零，2個充電口同時切到 PD 3.0 的70瓦，拔掉它也會歸零，然後重新回到140瓦。我們再接一個小充電口，接上 C4 口，同樣的要歸零，重新分配功率變成100加30，再用4台全是 PD 3.0 的充電寶給大家演示另外一種情況。C1 口我們先啟動30瓦，這個時候接上 C2 口，不會斷連。我們再來接上 C3 口，C2 口迅速切換功率到 PD 45瓦，也是沒有斷連。這個時候大家要看總功率啊，這個已經是在140瓦範圍之內了。如果我們再接上一台設備，它就會出現斷連，重新分配功率。C1 口斷連了 ，C2 口也斷連了。這個時候功率重新分配了一下，超過總功率它就會斷連。我們再用手機來做個演示，2台支持 PPS 100瓦的手機，我們用 C2 和 C3 口來做演示啊。先啟動 C2 口的100瓦，我們讓它的功率攀升到最高的位置，已經70多瓦了啊。我們再接上 C3 口。沒有斷連，沒有影響，然後這邊功率也起來了，大家看一下，總功率140瓦，2部手機它是不會斷連的。轉換效率的測試能夠非常直觀的反映這個內部這個充電器它內部的電路架構的情況，先不先進，省不省電與否，就看這個測試啊。我們先從110伏的交流電開始，它的待機功耗經過10幾分鐘的測試，110伏狀態僅為 0.4瓦，15瓦功率，110伏輸出 20.6瓦。這邊直流輸出 15.8瓦，折算轉換效率 77%。27瓦功率，110伏輸出 33.5瓦，這邊直流輸出 27.5瓦，折算轉換效率 82%。36瓦功率，110伏輸出 43.4瓦，這邊直流輸出 36.5瓦，折算轉換效率 84%。45瓦功率，110伏輸出 51.9瓦，這邊直流輸出 44.6瓦，折算轉換效率 86%。60瓦功率，110伏輸出 68.1瓦，這邊直流輸出 59.7瓦，折算轉換效率 88%。100瓦功率，110伏輸出 111.2瓦，這邊直流輸出 98.5瓦，折算轉換效率 89%。28伏5安140瓦功率，110伏輸出 153.9瓦，這邊直流輸出 137.98，也就是138瓦，折算轉換效率 90%。220伏的交流電壓下，經過10幾分鐘的測試啊，這個待機功耗表現也是非常不錯的，約為 0.4瓦。15瓦功率的時候，220伏輸出21瓦，這邊直流輸出 15.7瓦，折算轉換效率 75%。27瓦功率，220伏輸出 33.4瓦，這邊直流輸出 27.3瓦，折算轉換效率 82%。36瓦功率，220伏輸出 43.1瓦，這邊直流輸出 36.3瓦，折算轉換效率 84%。45瓦功率，220伏輸出 51.3瓦，這邊直流輸出 44.4瓦，折算轉換效率 87%。60瓦功率的時候，220伏輸出 66.6瓦，這邊直流輸出 59.4瓦，折算轉換效率 89%。100瓦功率的時候，220伏輸出 108.9瓦，這邊直流輸出 98.1瓦，折算轉換效率 90%。28伏5安140瓦功率，220伏輸出 150.6瓦，這邊直流輸出 137.9瓦，
折算轉換效率92%，這個轉換效率很不錯了啊。我們現在就是做最後一項測試，大家最關心的交流文波的情況。我們先來測試 Type-C 一口的文波，15瓦功率的時候，文波最高 46.4 毫伏，平均文波 40.7 毫伏左右。27瓦功率，文波最高 70.2 毫伏，平均文波 64.3 毫伏左右。36瓦文波最高的時候 84.4 毫伏，平均文波 80.2 毫伏左右。45瓦文波最高的時候 99.5 毫伏，平均文波 91 毫伏左右。60瓦文波最高的時候 95.3 毫伏，平均文波 87.5 毫伏左右。100瓦文波最高的時候 119.6 毫伏，平均文波115毫伏左右。140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50.98， 也就是51毫伏，平均文波 37.8 毫伏左右。我們現在測試 C 2口文波，15瓦功率的時候，文波最高 41.1 毫伏，平均文波 36.8 毫伏左右。27瓦文波最高的時候 63.3 毫伏，平均文波 57.1 毫伏左右。36瓦功率，文波最高 77.9 毫伏，平均文波 71.7 毫伏左右。45瓦文波最高的時候 84.4 毫伏，平均文波80毫伏左右。60瓦文波最高的時候 83.2 毫伏，平均文波 77.4 毫伏左右。100瓦文波最高的時候 108.5 毫伏，平均文波 104.1 毫伏左右。140瓦文波最高的時候 46.6 毫伏，平均文波 33.1 毫伏左右。我們現在測試 Type-C 3口文波，15瓦功率，文波最高 41.98， 也就是42毫伏，平均文波 39.2 毫伏左右。27瓦功率，文波最高 59.2 毫伏，平均文波 54.5 毫伏左右。36瓦功率，文波最高 66.8 毫伏，平均文波 60.5 毫伏左右。45瓦功率，文波最高 66.1 毫伏，平均文波 61.5 毫伏左右。60瓦功率，文波最高 59 毫伏，平均文波 54.4 毫伏左右。100瓦文波最高的時候 85.2 毫伏，平均文波 78.3 毫伏左右。我們現在測試 Type-C 4口文波，15瓦功率，文波最高 62.7 毫伏，平均文波 58 毫伏左右。27瓦功率，文波最高 89.4 毫伏，平均文波 85.8 毫伏左右。12伏檔位30瓦功率，文波最高 90.2 毫伏，平均文波 84.1 毫伏左右。15伏檔位30瓦功率，文波最高 78.3 毫伏，平均文波 73.9 毫伏左右。20伏檔位30瓦功率，文波最高 63.4 毫伏，平均文波 59.1 毫伏左右。好了，經過完整的一輪測試，一澤這一代新款的4延載140瓦氮化鎵，它的真實水平其實已經非常清晰了。首先是協議兼容，在沒有碰觸任何私有協議不侵權的前提下，它把公版 PBS 調教到能兼容 OPPO 的33瓦、vivo 的100瓦、榮耀的100瓦、小米的33瓦，華為也可以在 C4 口吃到 22.5 瓦。這種兼容度，說句實話啊，目前在國產140瓦裡面都不多見。能做到這一步，靠的不是堆樣，而是握手策略、線流斜率、電壓步進的底層調教。充電體驗這一塊也是非常的穩。榮耀和 vivo 的100瓦 PBS 曲線看着非常順暢，兩台機子30多分鐘直接從0到100。蘋果這邊也是給出了標準的4階段充電曲線。蘋果16 Plus 做到51分鐘，從4%充到80%，溫度又低到可以忽略，這說明它的 PD 協議站、溫控策略、環路設計都是成熟的。再到大家最關心的溫控和穩定性，140瓦的足功率烤機，2.5小時不斷連不斷瓦，可體到67攝氏度，接口71攝氏度，這是我測過的國產140瓦多口充電器裡面溫度最低、表現最穩的一台。只有蘋果的140瓦和聯想的單口 C140可以和它站在同一張對比圖裡。一澤不可能用堆料堆出這種成績，這是架構、散熱路徑、損耗控制一起做到位的表現。效率方面也是挑不出毛病，待機 0.4 瓦，峰值效率 90% 110伏， 92% 220伏，平均效率都可以保持在85左右。對於一台 AC-DC 加多路 DC-DC 的4口旗艦，這屬於非常合理、非常均衡的工程取捨。最後就是4個充電口的文波，全程沒有超過120毫伏。更關鍵的是，它的波形都是平直、毛刺少、動態穩，整體風格非常接近蘋果原裝的文波表現。這種直線型波形比純數字更能體現設計水平。所以我給這個一澤4延載一個總結評價：這不是一台靠規格堆起來的140瓦，而是一台真正按旗艦標準
把兼容、溫控、環路、分配、動態響應全部做順的140瓦旗艦多口充電器。如果你需要一台筆電加手機加平板加安卓快充的全家桶通吃的多口頭，那麼這個4眼仔是值得排進你的優先級裡的那一檔。車是為了了解，才是為真相，認證車載客觀輸出。我是烈火車載，非常感謝各位老鐵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有你們的陪伴，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動力。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咱們下期視頻再見。